好，今天我们先证明这个 Witt decomposition 定理，就是现在的 V 呢，就是永远都是指有限维的 quadratic space， 所以它上面都有一个quadratic form， 那我们都会用 Q 来代表它。那就回忆一下一些定义，就是 isotropic 跟 anisotropic。好，所以任何一个向量，它要么就是 isotropic， 要么就是 anisotropic， 只有这两种选择，根据定义。然后为了符号的记号的方便起见，我们之后都会用这个圆的括号。比如说我们叫做一个 pairing， 是从 V 乘V 送到 F 的。那这个括号就代表是 bilinear form associated with Q。那它的定义就是这个样子。好，就是 x y 把它配合起来，它那个值就是 x 加 y 取代 Q 减 qx 减 qy。好，那quadratic form 的定义就是说 qx 加 y 减 qx 减 y 要是一个bilinear form， 这是它的定义。好，那如果你有bilinear form 的话，可以定义垂直的概念，就类似于我们的内积。内积的时候我们就有定义了。好，只是内积的时候它那个f 一定是实数或负数，它这里的 f 是可以任意的 field， 只要那个特征不是2就可以。好，那所以那垂直化就是说这个 v 跟 w pair 起来是0，把它摆在一起就是0。好，就带到那个 pairing 里面。就以后我们bilinear form常常就会称作是一个 pairing， 就是简单说起来。就会把它称作是 pairing， 因为就是把两个元素呢把它配在一起，出来一个数值这样子。好，那如果 W 在 V 里面是一个子空间，是一个 subspace， 那么它的 perp 就定义成就是跟内积定义法一模一样，内积是0，所以根据定义，V perp 就是它的 radical。好，就是说它跟所有的 V 里面内积都是0，那就是 radical。好，那所以这个定理，那好，所以这是右边是先介绍一下，就是回忆一下一些术语，用之后是会大量使用到，尤其是那个 isotropic 跟 anisotropic 会用好多次那个记号，那个术语。好，那所以 Witt decomposition， 那它的定理是这个，陈述是这样。那第一个是说 V 呢还是一样 ，V 是一个 quadratic space， 任意的 quadratic space。然后H 呢，那我们的 F 的特征不是2，F 是一个 field， 然后它的 characteristic 是等于2，我永远都会有这个条件。那一般会用的话 ，F 就是譬如说有理数这样子。好，那 H 叫代表是一个 hyperbolic plane， 那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2维的 quadratic space， 那它的那个bilinear form 的矩阵呢，你可以找到一组基底，使得说你可以找到两个向量，新图的向量，使得说它的bilinear form 呢是长得像，在这组向量的矩阵是0、1、1。好，我说干脆把它写下来。哦，就是你可以找到两个向量，两个向量，它们是一组基底，它们各自都是 isotropic， 意思是说自己跟自己的内积是0，或者是说 QV 是0，那然后呢V1 跟 V2 的内积呢是1，这是 hyperbolic plane 的定义。好，那然后这个定理 Witt decomposition 定理就是说，任何一个 quadratic space 都可以写成是 radical 的 rect sum hyperbolic plane 的几次方
再 direct 上一个 V0，V0 呢是一个 anisotropic space。所谓 anisotropic space 就是说，任何的非零向量，它的 QV 都不是0。任何一个非零向量，它的 QV 就不是0。换句话说 ，QV 是0，则 V 一定是0。所以 anisotropic space 呢，它比较像我们的内积空间。它是很像内积空间，就是内积空间也是长度最重要就是长度是0，若解微弱它原来是长度是0，若解微弱它x是0这样的。所以 anisotropic space 的地位会很像内积空间，就是有点像内积空间。然后那个 hyperbolic plane 呢就不可能是一个内积空间。因为有长度是。好，那它的一个 direct sum， 那这里的 direct sum 呢，都是指 orthogonal direct sum， 意思就是说 ，V 上面已经有一个 quadratic form， 你可以限制到这3个子空间都得到一个，然后那它们都会有一个 quadratic form， 那限制到这个的 quadratic form 就是 hyperbolic plane， 它配出来的那个 quadratic space 就是 hyperbolic plane。那这个限制到上面去就会是一个 anisotropic space， 然后在这里的话就是这个就是 radical， 所以它在上面就是 totally isotropic， 就会 totally isotropic。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有时候没有讲，大部分 direct sum 几乎啦 direct sum 都会是指 orthogonal direct sum。orthogonal direct sum 意思就是说，任2个人。你把它取 pairing 都会是0，在这里跟在这里 pairing 是0，它们互相垂直，这3个空间彼此之间是垂直，所以你在计算那个 quadratic form 的时候，就是这个带子进去，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就这样。好，那你注意到几乎都是了，但是这个情况，这个它不是，这个 direct sum 就是只是 vector space 的 direct sum， 它不是那个quadratic space 的 direct sum， 因为V1 V2是1啊，不是0。好，所以上面这不是，但是下面这个是。下面这是指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几乎绝大部分指的 direct sum 都会是指 orthogonal direct sum。那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 direct sum as quadratic spaces， 或者说 between quadratic spaces。所以这边要小心一点，就是 direct sum 不只是说线性代数、线性空间之间的 direct sum， 我们还多了一个 quadratic form 的结构。所以我们也要求这 direct sum 要尊重这个 quadratic form 的结构。好，那我们现在证明。这个证明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第一件事情 ，V 永远可以写成，所以我们我先选一个。我们选任意的子空间 W 在 V 里面，使得说 V 可以写成 radical 的 V direct sum W。好，这边的话是vector spaces。好，就是普通的向量空间之间的 direct sum， 这个永远都可以做得到。好，就是 radical V 呢，它是V 的一个子空间。那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维，所以我永远都可以把基底就是你先把 radical V 的基底挑出来，然后你永远可以扩充成 V 的基底。那扩充出来的基底那些呢，就把它叫做 W。好，就是你这边你可以选 V1 到 VR， 然后再扩充 VR 加1到 VN， 这样是它的一组基底。那这样 W 就可以是 VR 加1到 VN 所张出来的空间。好，所以这件事情是永远都可以做得到。好，这是那则这个 direct sum 呢，则这个空间会跟 W 垂直。好，这是为什么？这是根据 radical 的定义，因为 radical 定义就是说任何人跟 radical pair 起来都会是0，所以特别的 W 跟它 pair 当然会是0，所以他们两个就互为垂直。所以 by definition。
这个radical。v。哦，好，那我在这写它是等于 v per。是，所以就告诉我们说 v 其实是 radical v direct sum w。这时候呢是 as quadratic space。好，那 W 的 quadratic， 那 W 只是一个相内随便一个 subspace。那 W 的 quadratic space 的结构是怎么来的？就是把 V 上的 quadratic form Q 限制到 W。好，它 as quadratic space 是这样，限制到 W。所以 W 自然，它任何一个子空间都会是一个自然的 quadratic space。好，所以 W 其实是是 W 再配上一个 Q 限制到 W。Q 是一个函数在 V 上的 quadratic form， 它是一个函数在 V 上，你可以限制到 W， 这样就得到 W 上的 quadratic form。好，那而且呢，这时候呢 ，W 呢就会是 non-degenerate。嗨。这个这是 V per。对 ，radical V 就是 radical V， 我这边只是写说 radical V 是 V per， 我这样写可能会造成一个误解。我这边只是要再强调一下 ，radical V 就是 V per， 就是所有跟 V 内垂直的，那当然会跟 W 垂直 ，W 只是 V 的一个子空间。所以这个要 direct sum as quadratic space， 只要它们第一个是 vector space， 是 direct sum as vector space， 第二件事情互相垂直，则它们就会是一个direct sum as quadratic space。好，不然我写在右边吧。写在右边，再次强调，就是说，如果你是已经有的，就是 V 是一个 quadratic space，W 是它的一个子空间，所以这个是internal 的 direct sum。好，那 W 都是 quadratic space。那它们一开始如果只是一个 direct sum as vector spaces 的话，那你要说这个是一个 orthogonal sum，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direct sum as quadratic spaces， 那意思就是说 W1 跟 W2要垂直。好，所以这时候quadratic form Q 在 V 上的值就是你 V 把它写成 W1 加 W2， 那在 V 上的值就是 W1 的值加 W2 的值，直接加起来，它们中间没有任何的交互作用。好，所以在这个定义之下呢，你很容易检查 W 自己就是 non-degenerate， 也就是说它里面呢再也没有 radical， 因为如果 W 里面还有 radical， 也就是说 W 里面有个向量，它跟所有的 W 垂直，那 W 又已经跟 radical V 垂直，所以这个 W 就会跟对不起，我这样讲，意思是如果 W 里面还有 radical， 意思就是说你有个 X 在 W 里面，它跟所有的 W 垂直。那根据定义，它也会跟 radical V 垂直，所以它就会跟全部的人都垂直。好，那这样的话代表 X 一开始就是落在 radical V， 那这个是只有0而已，所以它是 non-degenerate， 这个很容易检查。你先知道这个会是 non-degenerate， 所以第一件事情，它会把问题呢先 reduce 到这个 W， 它是 non-degenerate。
所以呢，我们可以假设V 呢是 non-degenerate， 这 quadratic space 呢是 non-degenerate。好，那是 non-degenerate， 那意思就是说，我要证明我的 V 可以写成 H 的几次方加一个 n-isotropic space。好，那我们可以证明 by induction， 其实证明 by induction。好，就说如果 V 呢是一维的，那没有什么好证的。好，一维的话呢，它一定是anisotropic。好，因为它是 non-degenerate。一维的时候 ，non-degenerate 跟 anisotropic 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好，很容易知道。好，所以一维的时候呢，就知道。那一般呢，如果 dimension V 呢大于1，假设呢 dimension V 大于1，好，而且 V 呢不是 anisotropic。哦，如果是的话也做完了，所以我假设不是。不是的话呢，意思说你可以找得到，一个vector u 在 V 里面，然后呢 u 呢是 isotropic。好，存在一个 u 不是0，然后 u 是 isotropic。那 u isotropic 的话，意思是说我可以找得到。好，根据我们上个礼拜有讲的一个定理，就是说 U 是 isotropic之后，你可以找到一个 U prom 在 V 里面，使得说 U 跟 U prom 的内积是1，而且呢 U prom 呢自己是 isotropic。好，换句话说 ，U 跟 U prom 最特别的 U 跟 U prom 会是一个，所以 U 不会跟 U prom 平行的。好，所以 U 跟 U prom 会张出一个2维空间，那这2维空间就会是一个 hyperbolic plane。所以这个先暂时摆一下。所以意思是说，FU， 意思是说这个 span 的 U 跟 U prom 是一个 hyperbolic plane。hyperbolic plane。好，那这时候呢，你的 V 呢就可以写成是这个，所以我就把它，所以它会 S 我所以我把它叫做 H， 所以意思说 H 就定义为这是一个 hyperbolic plane。那我们就可以写成，那我们就可以 decompose。V 呢可以写成是 H 加它的这个 orthogonal complement， 就是它的垂直的部分。好，这会是一个 direct sum， 我们之前应该有用过，就是这会是一个 direct sum。也用到 V 是 non-degenerate， 你这样可以写成是一个 direct sum。那而且呢，这个维度呢是小于，所以这个绝对是小于 V 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归纳法 to 这个 H perp， 所以 H perp 呢就会 isomorphic 到 H 的 m 减1次方加 V0 一个 n-isotropic space， 所以就得到 V 就是 isomorphic 到 H 的 m 次方加 V0。所以这个 H 的合范的意思说 H 是 isomorphic 到这个 H。好，所以这样正完。好，所以这个是叫做这个证明，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好，所以这边呢，这个 direct sum 呢我没有写，但是呢，因为我们两个互相垂直，所以这个是一个那个，这是一个那个direct， 这是 orthogonal direct sum， 或者说 direct sum between between quadratic spaces。好，所以我这块就可以擦掉了，这个可以擦掉，大家就熟悉这个定义了。好，定的虚数把它摆在这里，这个写。所以这个 Witt decomposition 告诉我们说，这 quadratic space 呢，就可以分解成 radical 跟 hyperbolic space 的 direct sum 跟 anisotropic space。那 radical 的话就是 totally isotropic，radical 的话就是说 quadratic form 在上面根本就没有作用，根本就是零。所以这个呢，它就是 trivial 的 quadratic space， 就是它 quadratic form 的结构呢是空的，它就只是向量空间。然后呢 ，Hm 呢就是 hyperbolic plane， 就是最基本的那个quadratic space 的结构，所以这个也很清楚。那 anisotropic space 呢是里面唯一不清楚的部分，所以这个 Witt decomposition 就只是告诉我们说，任何的 quadratic space 的研究呢都可以归结到 anisotropic space 的研究。好，所以就是说，你固定一个 F， 那你就是看说我有几种可能的 anisotropic space。好 ，anisotropic space。那如果说 F 是实数，我们知道它只有一种，基本上只有一种，就是x1的平方或者是x1平方加 x 的平方，你可以整。就是从我们之前有等一下会再讲到，实数只有基本上只有限多种，就是实数或者说更一般的 local field， 它只有限多种。好，所以这个 Witt decomposition 呢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要讲的是说，好 ，Witt decomposition 告诉你有这样分解，那接下来问题是说，这样的分解是不是唯一的？好，也就是说唯一性的问题。啊，因为如果不唯一，那就糟了。那这样的话，你有可能你的 M 呢有可能好多个 M， 你的 V0 有可能不同的 anisotropic space。那这样的话呢，不能说我就不能宣称我把 quadratic space 的研究归结到 anisotropic space， 因为还有就是说你是如何，你还要研究说它们是如何的分解。好，所以接下来要讲的是这个分解的唯一性。那这个分解唯一性呢，通常是利用到
Witt cancellation 定理。接下来要讲的是唯一性。我接下来讲的是定理。所以第一个定理叫 Witt decomposition， 第二个定理叫做 Witt cancellation。好，它的叙述是这样子，给两个 V1、V2， 还有 U1、U2 quadratic spaces。那没有讲都是指有限维了，都是有限维的 quadratic space over F。好，假设 if V1 isomorphic to V2， 所以这个是isometric。如果 V1 isometric to V2， 好，然后呢 V1 加 V1 direct sum V1， 就是这时候是 external 的 direct sum， 好，between 这个 quadratic spaces 是 isometric to V2 direct sum U2。所以这个是isometric。好，假设 V1 isometric to V2， 一说 quadratic form V1 跟 V2 quadratic form 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呢 ，V1 加 U1 跟 V2 加 U2 的 quadratic form 也一样。那这样的话，他们就是那这样的话呢 ，U1 就是 isometric to U2。好，所以这个定理是这样子，也就是说 cancellation 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这样子，那你有一个V1 direct sum U1 isometric to V2 direct sum U2， 然后 V1 跟 V2 又 isometric， 所以就可以把它约掉，得到 U1 isometric to U2。这个定理呢，看起来很显然，但是呢，如果你再想想，好，也没那么显然这样子。好，主要是因为它也牵扯到 quadratic form 的结构。如果今天这个问题，它不看 quadratic form， 它只看 vector space 的结构，那这问题就很简单。你看，如果今天我的问题，我把 quadratic space 值全部改成 vector space， 那这问题就变成很简单。为什么？因为 quadratic space 你要讲它是不是 isomorphic， 就是看它的维度是不是一样，你只要看维度。那所以如果你是 vector space 的话 ，V1 isomorphic to V2 代表这两个维度一样，若且为若，维度一样。那 V1 加 U1 isomorphic to V2 加 U2， 那就是说它们的这个的维度加这维度等于这维度加这维度，那你维度就可以约掉，所以就得到 U1 的维度会等于 U2 的维度。那所以它们就是 isomorphic， 是 S vector spaces。所以今天如果是向量空间的层次，你要证明这个定理很简单。可是呢，我们今天又有一个 quadratic space，quadratic form 的结构。quadratic form 的话呢，你就没有一个像维度那个整数去描述这个 quadratic form， 所以呢，它就没有那么直截了当。像那个维度，你可以把它像那个什么维度用它整数，你可以相减，你可以移项，可以消掉。可是呢 ，quadratic form 呢，它一开始它没有直觉的我们没有直觉的可以移项消掉的那个事情。好，所以这 Witt cancellation 定理呢，它不是一个显然的，好，但是它告诉我们说，其实 quadratic form 呢，也可以像平常的我们在操作四则运算，可以移项相消这样子。好，它其实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证明这个 Witt cancellation 定理。好，那这个定理出来的话，等一下我们用这个定理出来的话，就很容易证明那个唯一性。所以我先证明一下这个定理。
好，这个证明是这样子。所以第一个呢，第一步 ，V1 isomorphic to V2，然后我们还有 V1 加 U2是 isometric， 不是 isometric to V2 加 U2。那所以这告诉我们说 ，V1 加 U1 当然会 isometric to V2 加 U1， 那这个会 isometric to V2 加 U2， 对不对？就是说这两个当然是 isometric， 然后这两个又 isometric， 所以这两个是 isometric。好，所以呢，所以我们有这个，一开始是题目告诉我们有这个，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假设。我们可以假设 V 是等于 V1 等于 V2， 在题目里面，我可以假设我一开始拿到的是这两个是一样的，就说这两个是一样的。好，在这里的话就是这两个都是 V2。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有 V direct sum， 所以我条件变成是只有一个，本来是两个条件嘛，现在就变一个条件，就是 V direct sum U1 是 isometric to V direct sum U2， 是 isometric， 然后我要说 U1 isomorphic to U2。好，那第一个先考虑，先假设，第二在这个阶段，我们先假设这个先假设 V 是 totally isometric， 所以 case 1 V 是 totally isotropic， 意思是说它上面的 quadratic form 根本就是空的，根本就是零啊。然后呢 ，U1 呢是 non-degenerate， 好，就是 U1、U2 这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是 non-degenerate， 所以我假设 U1 是 non-degenerate。这是 case 1，假设这两个条件。好，那所以这时候呢，我把所以我这时候呢，我固定一组基底。所以这时候呢，我取一个所以这个 isometric 我把它叫做 T 好了，所以我把这个 isometric 用 T 把它写下来。好，然后我们取一组基底。A 是 V 的基底，然后 B1， 我还是把它写下来啊。A 是 V1 点到 Vn 好了，是一组基底 of V， 然后呢 B1 呢是 U1 到 UR， 是一组基底 of U1， 然后 B2 呢，我把它叫做 W1 到 WR， 是一组基底 of U2。好，假设我选一组基底，然后 T 是 isometry， isometry。好，然后B2 呢是 U2 的基底。好，那我们考虑，那我们让这个我考虑这个 matrices of 这个 binomial forms， quadratic forms。The matrices
of the quadratic form. On v direct sum U2 with respect to两组基底，一组基底是 t 跟 b1，然后把它印过来，所以是 t of v1，t of vn， 然后再 t of u1， 再 t of u 啊，一个是这一组基底，还有一组基底呢是原来的 v 跟 u2 的基底，所以就是 v1 vr， 然后呢 u1 w1 到 wr，v 到 vn，w 到 wr， 两组基底，一组基底是原来这边有 v 有 u1 的基底，然后你把它印过来，得到这边的这组基底，然后第二组基底是这边取基底，这边取基底，把它凑在一起，所以有两组基底。好，那你看，在这组基底之下，在第一组基底对不起啊 ，that M1 和 M2， 对不起 B 的 matrices。好，那你看 M1 就可以写的是什么 ？M1 是这两组基底哦，M1 是这一组基底。那在这组基底的话是 T 弄过来的，那因为 T 是 isometry， 你 T 过来取基底就等于是原来在这边取基底，所以 T 的基底其实是00，M1 其实是000，然后这边是 B1。这个是 N， 这个是 R， 这个是 N， 这个是 R， 然后 B1 是 the matrix of 这个 quadratic form of 这个 U1 with respect to 这个 basis B1， 好 B1 这个，然后 M2 呢？ M2 呢是000 B2， 所以 BI 就是这个，这样子 ，BI 就是这个 I 是1跟2。好 ，M1 M2 是这两组基底，是矩阵长这样子。那这两个矩阵呢，因为它这两个矩阵都是同样的 quadratic form 在 V 加 U2 上，可是是不同的基底。 所以我们学过，在这个情况之下，同样 quadratic form 你去换基底，它们会差一个 PP transpose。所以这告诉我们说 P M2 存在一个，所以告诉我们说存在一个可逆的 P。 在 N 加 R 里面，使得说 P transpose M2 P 会等于 M1， 它是可逆，因为是同一个 quadratic space 在不同的基底之下的矩阵表达式。 所以它们会差一个矩阵，像这个样子。那我 P 呢，就可以写成是 A B C D 的样子。然后呢，这个是 R， 对不起，这个是 N R。好，那你把矩阵写下来，所以是 A 的 transpose，B 的 transpose，C 的 transpose，D 的 transpose， 乘上000 B1。 乘上 A B C D， 写错了，这个是 B， 这个是 C， 会等于
000 B2。好，那你看右下角的这一块，右下角你这个相乘，然后看右下角，你就得到 D transpose B1 乘 D 会等于 B2。好，你乘完之后看右下角，就得到比较那个右下角的部分，你就得到 D transpose B1 D 会等于 B2。好，知道这个。好，然后再来，我现在假设 U1 是 non-degenerate，U1 假设 U1 是 non-degenerate， 所以 B1 是invertible。U1 是 non-degenerate， 所以就得到 B1 是 invertible。B1 是 invertible， 代表它的行列式不等于0。那 B1 行列式不等于0，那这3个就全部都是行列式都不能是0。所以这告诉我们说 ，D 还有 B2 呢都是 invertible。所以特别的，这就告诉我们说 U1 呢就 isomorphic to U2。好，因为 B1 是 U1 的矩阵 ，U1 是 quadratic form 的矩阵。U2 是B2 是 U2 这 quadratic form 的矩阵。好，然后拆一个 transpose， 拆一个 P transpose D transpose D 就代表说它们是isomorphic as quadratic spaces。好，所以这个最在那正。所以呢 ，U2 呢也是 non-degenerate， 而且是 isometric to U1。所以 Case 1是比较简单的，就是现在假设2个条件 ，V 是 totally isotropic，U1 是 non-degenerate。好，那我们现在来看 Case 2。Case 2是 V 是 totally isotropic， 可是呢不假设 U1 是 non-degenerate。好，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把 radical， 我们就把 U1 呢写成 radical U1 加 W1， 然后 U2 呢可以写成 radical 的 U2 加 W2， 然后呢 W1 W2 呢，这时候根据我们刚刚Witt decomposition的证明过程中用到的，就是说 W1 W2 这时候都会根据定义就会是 non-degenerate 的 quadratic space。我们把 radical 取出来之后，剩下的那一部分呢，它就会是 non-degenerate。我们在证明过程中有用到这个性质。好，所以那根据定义。好，根据定义，你有这样，你就有这个isometric， 这两边左右两边是 isometric。那你注意到，这时候你注意到 W1 W2 呢已经是 non-degenerate， 已经是 non-degenerate。
那你就会发现这一块跟这一块，其实它们一定要 isomorphic， 因为它们都是全部 space 的 radical。哦，就是第二行这两个空间已经是 isomorphic， 所以这两个空间的 radical 也会 isomorphic。那这两个空间都取 radical 的话，会是这个加跟这个，因为 W1 是 non-degenerate， 然后呢 V 跟 radical U1 呢都是 totally isotropic， 所以意思是说这 quadratic form 对他们来讲根本没有影响，全都是零啊。哦，他们跟谁碰到谁都是零。根据定义，他们碰到谁就都是零。哦，所以这两个，所以这两个会 isomorphic， 而且呢，他们都是 totally isotropic space。所以这两个都是 totally isotropic space。所以呢，我们就归结到第一个情形，我们就归结到 case 1。所以来 case 1 ，W1 呢会asymmetric。那显然 radical 的U1 呢也是跟 radical， 因为这两个 quadratic form 都是空的嘛，都是零 ，quadratic form 的结构都是零，根据它定义它是 radical。然后呢，它们的维度会相等，这也是从这个，所以就得到，所以 direct 上面就当然会 isomorphic， 所以 U1 呢就 U2 是 isometric。好，所以 case 1跟 case 2告诉我们说，只要 V 是 totally isometric， 对不起，只要 V 是 totally isotropic， 那么 cancellation 定理就对。好，最后是 case 3。对不起 ，case 对，最后 case 3是一般景系 general 的 V。好，那我们等一下在这里先下课。general V 的话用数学归纳法，根据 V。